远处是云雾缭绕的喜马拉雅，低头是漫无边际的10万沙丘。雅鲁藏布江在这里蜿蜒流淌，珠穆朗玛峰在天空若隐若现。这里就是世界之巅，冲巴雍措。看看现在这个天，追着我们车才跑了，有点尴尬。太壮观了！我们从219下道之后，然后往这边一拐，过了一个村，突然一排雪山出现在我们眼前，然后就看到雪山上面全都是这种云雾，整个全都覆盖在雪山上面。219国道的5000公里之后，就在我们去往冲巴雍措的路上，窗外就是这样一幅难以形容的画面。巨大的云瀑完整地覆盖在山顶，和头顶的蓝天形成了明显的分界线。云瀑中仿佛隐藏着一个不想让外人看到的仪式秘境，而云瀑的下方就是藏区6大雍措之一的冲巴雍措。这有一个观景台，然后这还有一只阿拉斯加。握个手，握握手。哦哟，嘴还真大。饿了吗你？你嘴这么大，2口没了？对呀，你还没用2口呢。阿拉斯加就是阿拉斯加。哦，这大狗头，跟着走了。没有呢。看这只馋狗子又来了，谁给它吃的就可以跟谁合影拍照。我身后就是冲巴雍措，看到没有？整个的雪山上，然后有一层云瀑正在向下流动，然后下边就是冲巴雍措。哇天，这个景色太美了！此时的云瀑用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喜马拉雅北坡的雪山山顶倾泻而下，白色的云不停地翻涌，最后消失在眼前的冲巴雍措。这里是雅鲁藏布江最大支流年楚河的源头。传说有一位高僧取经路过，曾将随身包裹丢在了这儿，没想到2年之后再次路过，竟然失而复得。所以冲巴雍措之所以神圣，可能是因为它能够给你人生第2次机会吧。离开冲巴雍措，继续向西，湿地、沼泽、河流、草地、雪山、湖泊，与我们一路相伴的喜马拉雅山脉和它孕育出的生态，在眼前的这片土地上是如此的富饶和美丽。我想旷野的样子也应该就是如此。那边应该是卓木拉雪山，但是现在云太多了，早上起来只看到一点点，现在就全被云挡住了，一点都看不见了。不知道什么品种，但是早上起来看到有特别多的野鹤在湖边。摩旅的小伙伴从成都出来已经半个月了，一人一车一狗，这才叫旅行。我们现在正在前往的是堆纳三措，说是比较小众的一个措。从那儿的话，特别近的距离能看到卓木拉雪山。这么大的脚，看它的身体也比普通的牛要大很多，估计是牛王八。啊，看这个牛，这个牛把自己当马了，跑得特别快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去！是最欢乐的一只牛牛，你看，你看，我去，这个牛真的把自己当马了。看看现在这个天，我去，云层特别的低，然后整个那边的山全都是云包围着，
雨云吧，应该是。然后有一道光还洒到这片草原上，这景象，全一些景别的看得更震撼。整个这一片全都是喜马拉雅山脉。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，应该是这一片就是卓木拉日雪山，但是现在还看不太到。如果说冲巴雍措的云瀑给予我们的是纯洁和美丽，那眼前这幅画面就只能用震撼去形容。我们开车驶向远方的此刻，就如同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，游离在这遮天蔽日的景象之中。似乎就在下一刻，我们也会随着周围的一切一起消失在视线尽头的地平线。我身后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错，但是另外2个错应该还在这个位置。那前面这个岗上这就不让走了。你好，这不让走了是吧？这个路就得关了呗。哦，行。你刚才这个湖边缘大哥说拍的反正也不好看，因为这个山也没露出来，天气也不太好，所以走吧，打道回府吧。我们现在在卓木拉日的这个观景台，本来理论上这片应该是这儿是卓木拉日峰，但是哎呀还是没有看到。卓木拉日是属于是珠穆朗玛的姐妹峰，是喜马拉雅山系的第7座峰。哎，但是又是无缘呐。我还每次出来啊，就你不可能说100%的你就能看到你所想要看的一些，比如说景观啊，只能说是远再见了，再往前可能就看不到它了吧，只能这样了。过了帕里镇，然后又变成了这样的景色，高山河谷，还有这些紫色的小花漫山遍野的。我们现在才算正式进入亚东沟，刚才还是4500的海拔，还是高原牧场，属于是，也就是1公里吧，就突然进入了一个山沟沟里头。这种高原的这种植被啊，瞬间就变成了绿树葱葱，这景色就完全是2种。气温的话，刚才看了一眼是9度，现在是11度，我越来越暖和了感觉。狐狸。碰见一只狐狸，然后追着我们车才跑了。我们靠边停了，它也停，估计是想要吃的。特别聪明，看我们没有反应，它去前面那辆车去了。看到吗？前面这个车的小姐姐去喂它去了，多聪明啊！你看它。但是这种行为还是不是特别提倡的。饿了就来旁边这个路上拦个车要吃的，跑到这个林子里头去了。是去喊人了吗？这有吃的，快出来啊！你看那边，整个山坡上全是荔枝。全是植被，现在温度瞬间来到20度，然后海拔3000，蹦一会儿，没事，蹦一会儿就该没事了，喘气儿了，尽情的呼吸吧。短短几10公里，从雪山到森林，从冰川到溪流，一念换4季，10里不同天，这就是亚东沟独有的气候魔术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据说这里的温泉同样拥有神奇的疗效。给，身份证。就是20块钱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人家都带着大垫子，直接往车里头一放，但是一泡就泡1个星期到半个月。这个主要泡有没有那个手脚受伤啊，那种骨折啊那种，对这些最管用。那边就车里面泡个10分钟左右，然后起来那边垫个垫子，盖个被子，要全身要捂住。阿姨或者那些就全裸的都有。是啊，白天没有吧？有，也有啊。所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这边那个露个上半身那些其实不在乎什么的，对这个，所以这是文化差异。我们现在这儿就是康布温泉，然后据说这个温泉疗效特别的好，因为我们来这儿的时候看到大部分其实不是游客，而是当地人，他们一来就是10天半个月的，在这儿然后卷着铺盖，然后拿着被子啊什么的，你看这前面那块儿，然后就泡一会儿，就直接钻到被窝里头就睡，然后再过一会儿再泡。还有带帐篷的，还有铺盖什么的，直接泡一会儿，直接钻到这个帐篷里头。现在要找的是一个叫老鹰池的地方，据说这个池称为拐棍坟场，据说有人拄着拐棍来，然后泡半个月，然后病就好了，骨折就好了，把拐棍一扔。所以每个池子的功效都不太一样。
你愿意去哪个吃，你看他那个牌子上面的介绍就行了，就直接去过去泡就行了。这个大哥肯定是去老鹰吃的，所以我们跟着这个大哥走就行。这上面都写着介绍、功效什么的。啊，这个吃的没有名啊。哦，啊，老鹰吃。老鹰只在上面。上面啊？这。全是拐棍扔的，一堆的，各种骨折、胸痛、上身疼痛、风湿性关节。来，您先进。哇！大哥，你是胳膊受伤吗？所以要泡这儿。我这手这儿我也泡泡。你是哪受伤泡哪？啊，你是专门过来就是为了治病什么泡的吗？哦，对。啊，有用吗？你觉着？这有用。是吗？没用多少年，泡那么些年了，干什么嘛？这个能泡吗？这可以，也可以是吧？啊，泡泡脚是吧？泡完出来了，好多这个当地的都是直接一拖就往里头，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这阿姨们都往池子里，然后一钻，有点尴尬，所以简单泡了泡脚就赶紧出来了。看这儿有个白色的车了没有？在这个大自然面前，它就跟个蚂蚁一样，那么小。我们刚刚2个小时之前还是郁郁葱葱的绿色的世界，然后2个小时之后就变成这样了。这云真假？这样一个大牧场。离开亚东沟，景色再次从郁郁葱葱切换到西藏特有的五彩群山，如同彩色经卷一样的斑斓，裸露的岩层和山体和天空的云朵，共同书画出了这只属于喜马拉雅的浪漫的地质画卷。这个应该就是日喀则地震遗留下来的，哇，还是挺触目惊心的。然后再往它后边的话，刚才航拍上这一大片，就是灾后重建的一个地方，里面有很多临时性的建筑啊，好像还有永久性的建筑。我的天，2层全没了。我的天哪！眼前的山河有多壮丽，背后经历的地质变迁就有多沧桑。平地隆起高山，荒原列出生物，
山河重塑的每一笔，都注定了这片土地生存环境的严苛和艰辛。但是即便如此，这里的人们依然割舍不下故土，他们也一直在这份壮阔里活出烟火和信仰。看我身后的就是珠峰国家公园，但是我们今天不去这儿，因为只是路过而已。去下一站看珠峰免费的地方，这儿的门票略微有点贵。这要排队打卡的人们，需要小吐槽一下这儿的电费，实在是太贵了，我去，2块3毛8一度，都快赶上原地发电的电价了。哪一个是啊？就这个是吧？不是，啊，那个是主要有风嘛，那边过一下嘛，那边被一路在这儿打了。去哪儿看啊？这个呗。是吗？他说就这一块吗？是吧？我们去那个上面。是这个吧？啊，是。那个上面是不是能看得到、看得清楚？不看得清楚。直接拿着过去就行了，或者你看啊，你可以摁一下这儿，哎，上头转了，转上拍自己了就，然后再摁一下就拍前头。你去拍拍你爸，然后回来你给我，你采访他。我先给你看个好玩的，来，那先按这个，他就对着我嘛。那我先去看我爸了。哦，你去看你爸。看看我爸干啥呢？爸爸，刚才叔叔给我看个好玩的，看，好玩。给叔叔送过去。行，看看你。Hello， 好了，送过去吧。他说我就游泳，然后他拍完了，给好玩不？好玩。这是刚才的小摄影师，一块儿跟我们在观景台上露营一晚上的。雪山好看不？那个雪山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啊！相机拍的更好看。是吧？你要回头我相机拍了，我给你看看啊。明天拍完了我给你看看，但是明天拍完之前你千万不能动三脚架，好不好？不能动架子，好不好？好嘞，那我们约定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在关帝庙观景台，这个就应该是卓奥友峰，然后这边应该是珠峰，然后已经支了2台机子，准备拍一个日转夜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但是现在云特别的厚，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。它整个山的背面全都是云，全都是红色的云，这边也是，这是卓奥友，但是卓奥友也没露全。看这边的云，哇靠！看这一道光了没有？我去，太漂亮了，没法形容。那边是无人机升起来，好像是能看见珠峰的一点点尖尖，但是肉眼还是看不到。远处的喜马拉雅群山横亘天际，云雾流转如纱，缠绕着一座座8000米级的雪峰。此时的空气也突然通透，不到100公里的距离，目之所及就是世界之巅。虽然它们近在咫尺，但却是如此的遥不可及。前面这一个肯定是一个冠军马。从219的第4543公里，然后我们结束了跟318的共线。从现在开始就直接219一路过去了。其实真正318的终点它并不是拉萨，318终点就是上1公里，然后往聂拉木县去的地方。有机会的话一定去那边看看，这此生必驾的318最终的终点在哪里，长什么样。西藏的云总是如此的与众不同，可能是它远离了世上所有的红尘烟火，卸下了人间所有的喧嚣浮华，此生也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纯粹的悬浮在高原辽阔的天地之间，不急着聚散和游走，不忙于追逐和失得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可能才是最高级的自由吧。
看这什么神仙景色呀！看这个云多假呀！看这个湖多假呀！这个颜色，哇，一切都假的不行不行的。这个小云底下，再往这边走一点点，这个就是西夏宝马，但是还是没有露尖儿，很遗憾。除了西夏宝马全露了。上午的时候没有风，倒影也特别好看，有岩石。下午现在起风了，啊，你们要拍照的话，建议你们去底下那块儿，那块儿有一些临崖的一些石头啊什么的，那块拍照特别好看。作为唯一一座完全坐落于中国境内的8000米级雪山，西夏邦马峰在我们眼前矗立，而佩库措就温柔依偎在它的脚边。天地之间的界限也在湖水的倒映下打破空间的束缚，无限的延展。在当地，相传能在湖中看到完整的西夏邦马峰倒影，便可以拥有被山河眷顾的好运。我不清楚我们是否足够幸运，但我深知，在世界之巅有它自己的极致浪漫和人间留白。我们的旅程还在继续，西藏留给我们的壮丽也还在延伸，所以请不要吝啬你的3连和关注，让我们下一期继续相见。